那些宝可梦江湖的 mega 进化 ，ZA 的御三家又会花落谁家？这半个月，杰夫算是被黑客扒得连底裤都不剩了。不管是宝可梦的设计飞案，公司内部的会议纪要，还是即将发售的新作《宝可梦传说 ZA》，都被卸了个精光，甚至还有先辈的泳装照。但是黑客可能是鸡蛋任天堂的法务部，唯独没有公布宝可梦新作的具体情况，只是透露了一些边角料给粉丝解馋。本期视频我就将这些零零散散的情报汇总，看看宝可梦传说 ZA 和宝可梦第10世代正作都有哪些消息流了出来。那么点个关注，开始本期视频吧。首先是 ZA 的相关情报，在2月份 ZA 首个 PV 公开后，大家就一直在调侃杰夫是不是才建了个文件夹，毕竟这宣传片连个实际演示都没有。但据黑客爆料 ，ZA 的完成度非常高，他甚至在几个月前就已经通关1周目了，并且还给出了 enjoyable 很有趣的评价。至于新一批的 mega 名单，黑客却没透露，但是国外网友从杰夫和动画组的会议纪要中寻到了蛛丝马迹，确定了杰拉奥拉会获得 mega 进化，甚至还会提前在动画中登场预热。Z 神基格尔德也将获得新形态，但不确定是否就是 mega。最近网上疯传的那份 mega 名单，个人觉得并不保真。根据我多年追火影和博人传漫画的经验，假情报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特别喜欢YY人气角色，像是一会儿卡卡西纲手要回归博人传了，一会儿大蛇丸要回吐历代火影出来抗击大头目了等等，粉丝的意图不要太明显，所以 mega 名单上的人气宝可梦越多就越不可信。再来就是关于 ZA 御三家的人选，现在各大社区都很看好波扎曼和腾腾蛇，理由是帝王拿波和君主蛇具有较为明显的法规元素，非常适合在卡洛斯地区登场。这乍一听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吧，如果按这个逻辑，那先前忍蛙就应该被选作传二的水主了。然而实际并没有。从洗碎御三家的人选中，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杰夫选人的逻辑和大家恰恰是相反的，他们挑选的反而是不具备日本元素的御三家，然后通过地区形态去赋予他们日本元素。就比如把以罗宾汉为设计原型的巨石树枭变成身披斗笠蓑衣的日本浪人，也因此本就包含法国元素的波加曼和腾腾蛇，他俩入选的几率反而不大，总不能他们的地区形态还是法国风吧。尽管黑客到现在都还没公开 ZA 御三家的名单，但他却透露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 ZA 的故事舞台并不是像阿尔宙斯那样发生在古代。其实从 ZA 的宣传片中，我们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这一世系的米亚雷市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了，并且承包开发米亚雷市的帕蒂亚不动产公司现在就坐落在朱子的亮光市里，所以 ZA 的时间线不太可能离现在太远，也因此 ZA 的御三家可能会继续沿用这3只。前几天黑客又挖到明年宝可梦世锦赛的宣传图，卡洛斯御三家赫然在列，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猜想。比较让人担心的是，本作的美术风格和朱子会很接近，游戏也依旧是基于 Switch 开发，而非 Switch 2，这不免会让人为 ZA 的画面表现捏把汗。毕竟朱子的这几座城市看上去真的毫无美感可言。最后就是泥巴鱼有钱挣。接下来是关于宝可梦第10世代正作的一些零碎情报，也是从 GF 和地平线动画组的会议纪要中扒到的信息。第10代正作代号盖亚，以海岛为主题，会设计有很多生态不同的岛屿。会议中 GF 还让动画组不要使用太多海岛元素，因为在后世代的游戏中会用到。于是就有人猜测第10世代的游戏名称可能会叫宝可梦波峰，再结合群岛和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众神之母盖亚这2个意象。现在大家都在推测第10代的地区原型要么是意大利，要么是希腊，亦或是地中海的这一块全部包含在内。这2个地方不管是人文还是自然风光都很独特，说到游戏里想必会很有新意。这作预计会在宝可梦30周年，也就是2026年发售。以上就是本次杰夫泄露事件中关于后面2部作品的相关信息了，另外还有很多很炸裂的情报，就请关注我后续的更新。那我们下期再见。